大家好呀，我是花散里，一个从中国跑到日本念书的留学生。当初的我呀，怀抱着梦想，觉得只要大学毕业之后，在日本找到一份正社员的工作，就能一举逆转人生，摇身一变成为所谓的胜利组。毕竟网上都说日本生活节俭一点的话，一个月只要花7万日元，而我查了下日本正社员的年收入中位数有360万日元，有4倍耶，那不得爽死。后来我从一个毕业比辍学还要罕见的 F rank 大学计算机系毕业，因为日语一直不地道，找工作也比较困难，拖到了9月，眼看签证要不保，这时学校的就职资源科给我发来一个求人海报，上面写着不问学历不问经验，只要有干劲就能成为一流工程师，而且还有机会在大企业工作，年收入1000万不是梦。我二话不说就点了申请。作为 IT 岗位，他们接受了我日语的不足，终于我也有 offer 了，而且是个知名企业。虽然这其实是我没得选的选择，但是当时我真以为这是新人生的起点。然而等我真正入职之后，才发现原来这是我地狱生活的开场。第一天上班，我满心期待着认识新朋友和规范的入社流程，毕竟我是真社员嘛。结果刚一到工位，就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说：“喂，你就是新来的吧？来，把这个还有这个先做了，拜托了。”我当时就愣住了，心想：兄弟，我连打印机都还没有认全，你让我干啥？于是我弱弱的问：“那个没有新人培训吗？或者没有 mentor 吗？”对方直接甩下一句：“你可是集战力啊，少废话，快干！对了，下周开始你也要夜勤了，记得去登录 schedule 表格。”拜托，我是个连自我介绍都还没有背熟的新毕业留学生，哪来的集战力？更离谱的是，连老同事都一脸理直气壮，说会被派过来就说明你是专业的。就这样，我从第一天工作开始就是完全靠自己摸索，没人教没人管，所有的东西都得自学。广告上写的一流工程师不存在的，真正存在的是一流打杂小能手。当时我还天真的以为可能是刚开始只能做杂活，过几天就会好吧。结果几周下来，我发现自己每天都在重复同一句话：“请问这个要怎么做呀？”而得到的回答永远是：“你不是派遣过来的吗？那你可是 specialist， 自己会做的吧？”但真实情况是，这些日本公司的系统很细致，要不是靠谷歌，我可能连电脑电源都不敢碰。慢慢的，我开始意识到，招聘广告里的那些华丽词汇，什么年收入1000万呀、一流工程师呀、大企业呀，都不过是精心挑选出来的关键词。就好比红灯区的小黄毛为了卖房而包装的田园牧歌般的日本生活。虽然我问了好几次工作身份，得到的回复都是正社员，但是根据我在精神病院长期被研究的经验，事到如今不得不怀疑，是不是我被骗了？正社员派遣其实还是派遣吧。几个月后，我实在忍不住了，跑去找学姐吐槽，我明明是在大企业上班，但是待遇却跟小作坊一样，不会是诈骗吧？学姐则反问道：“你真的是那个公司的员工吗？是不是正社员型派遣啊？”什么是正社员型派遣啊？具体的我也不懂耶，我跟你一样也是底端的 F 级毕业的笨蛋哦。反正找工作时大家都知道要避开这个词，要是现在的工作很难受的话，也可以学我转职成尼特哦。不行了，我尼特的话会被政府赶回中国的，所以派遣和正社员到底有什么区别？派遣就是工作地点在别的企业里嘛，对于那家大企业来说，你就是个随时可以解约的零件。为了确认，我赶紧在厚生劳动省的网站上查和我签约的公司，果然是一家派遣公司。于是我继续问学姐，正社员型派遣和派遣到底有什么不同？刚刚不是说了具体的我也不懂吗？这么快就忘了，你比我还笨蛋耶。总之我只能自己查，大概的区别就是普通派遣的话是直接和公司签署有期限的劳动合同，比如2-3年，在这期间一般工资都是时薪制，没有奖金，到期之后是否续约要看双方重新协商。而正社员型派遣是和派遣公司签订无限期的正社员合同，工资是月薪制，也有奖金规定，理论上更加的稳定。因为以前的派遣社员通常来说在各方面的待遇都很差，现在已经很难找到人干了，所以现在大部分派遣公司都在转型成正社员型派遣。听起来正社员型派遣还不错，但是实际上是陷阱。虽然现在直接的表现已经比较少了，但是日本社会来说，多少还是保留了论资排辈呀、主从关系啊这些历史遗留文化的。整个社会对于个人行为的奖惩机制弹性都比较大，组织人情关系其实是比较重要的。而正社员型派遣在派遣公司的眼里是能卖钱的商品，而在用人企业的眼里只是临时人力。换句话说，在两边都不算自己人。于是问题就来了，首先用人企业不愿意把我转成真正的正式员工，因为那样的话要支付更高的成本。其次，我在派遣公司那边虽然是正式员工，但是工资水平被死死的压着不会涨，因为我没有直接给公司创造贡献。再次，如果派遣合同被切断，我就会被迫自宅待机，工资立刻缩水。最后，用人企业对待我时可能超越劳动法规，
有些行为用在正社员身上算是帕瓦哈拉，但是用在派遣社员身上就可以找借口了。看完之后我整个人都不好了，但是想到自己其实本来也没得选，好歹这里给我工作签证留在了日本，似乎也只能先继续坚持待机了。如果说发现真相已经让我崩溃，那么接下来的经历简直是地狱。首先就是工资，我被迫干了2年辛苦的杂活码楼，哦不对，是码农，结果工资1毛没涨。同一办公室和我一起进来的正社员宣端敌军，干着和我差不多的工作，原来基础工资是我的80%，来年他转年俸合同之后，基础工资就要涨到我的2倍了。接着是被抛弃，有一天上司突然把我叫过去，淡淡的说：“小花呀，你这次合同到期之后，我们就不续约了。”我当时差点晕过去啊！为什么？我哪里做的不好吗？结果上司耸耸肩，不是你的问题了，就是我们想换个人而已。你看小轩也要升职了，得给他找一个下属锻炼一下，你跟他太熟了，不合适。我无奈地说：“给人有走，又何必呢？给人的走，又何必走？”上司放下他的茶杯，缓缓转过身去。人生在世，总有幾多次，同啲人由網絡到熟悉，最有熟悉反倒網絡。说的轻描淡写，好像我只是个网购来的快递，随时都可以退货。但也听说因为我做的不错，所以上司才告诉了我真实原因。大部分情况都是直接甩下一句：“具体情况请你询问自己的派遣公司。”当然这也可能是谎言，因为法律似乎规定了，如果连续任用一个派遣社员3年的话，就必须给他转正。可能这才是不给我续约的真实原因，仿佛派遣努力的终点都比不上真正正社员躺平的起点。更糟糕的是，合同一解除，我立刻就进入了自宅待机的状态。所谓自宅待机，其实就是派遣公司中的待业的意思，工资会直接砍掉40%。本来工资就只有26万，再砍掉40%，那根本就没法生活了吧？当初是谁说日本节俭一点，一个月7万日元也够用的？你过来，我保证不打死你！就在我焦头烂额了2个月之后，公司又通知我找到下一个派遣地了，不过是在离岛上去做海产品的销售。我直接裂开，兄弟，我是学 IT 的，还是个外国人，你派我去卖海带，是想让我用敲代码的技术来敲螃蟹壳和客户交流吗？我本来想要拒绝的，可是派遣公司表示不好意思，你是我们公司的正社员，这是正式的工作指令，而且你在现岗位已经连续很长时间贡献为0了，本应该受到处分的，现在只是调岗，合情合理，不存在帕瓦哈拉。如果你拒绝的话，可能会被减薪或者是解雇。我整个人都麻了，我的 IT 梦想最后变成了海带促销员，那我留学4年岂不是在为海鲜大礼包积累经验？到了离岛工作之后，我彻底崩溃了，开始觉得人生没有意义，梦想没了，希望没了，就连我赖以生存的每周和 F-Ran 同学们的笨蛋一起发呆的时间都失去了，整天浑浑噩噩的如同机器一般重复。摆烂过程中又听到了一个恐怖的消息，学姐嘚瑟她找到工作了，在一家小企业中做一个科长秘书，正社员。自己的失败固然令人难受，但是更难受的是原以为和自己一样笨蛋的人达到了自己的目标。我以为我们都是一棵树上的木耳，为什么他现在可以装？原来学姐在尼特期间被父母逼迫考了个部级2级证书，虽然这玩意儿也就跟以前国内的会计从业资格证一个水平，没什么意义，但放在面向我们这种水平的人的岗位竞争中，就已经算卷起来了。加上他依然找的是新组岗位，所以入社了，之后的人生想必就走上正轨了吧？可是我又怎么办呢？不过回头仔细想想，我还真可以复刻学姐的经历。她考了个部级2级证书，我可以先考个 IT passport。他作为新竹正社员被录用，事到如今我再去找个新竹工作确实有点不正常，但如果只是个年薪400万左右的岗位，努力一点还是有竞争力的。反正只要和比我条件更差的人竞争就行了嘛。我有3年工作经验，又有入门证书的话，肯定要比更年轻的 F-Ran 毕业生们强的。在这里作为派遣社员，最好的地方就是几乎不会加班，因为真正的用工单位都是按时薪给我的公司付费，而且文化上派遣就是不加班，正好有时间给我考证和就职准备。我也学着当初正社员型派遣的招聘海报那样，狠狠润色了自己的简历，反正公司挑我和我挑公司都是一回事嘛。终于又过了半年，我总算有机会脱离苦海，跳到了一个30多人的公司中的第2新组岗位。进入公司以后，我才第一次感受到什么叫真正的正社员。虽然公司规模很小，很多事情都不能尽善尽美，但必要的正式培训、前辈的指导、明确的晋升通道，这些都是有的。虽然还是一个有很多不公的
的黑旗，至少名义上我有资格去竞争一个自己人的身份。这个故事听起来也许有点无厘头，但是真相一点都不好笑。日本所谓的正社员型派遣现在是一种很常见的用工形式，他披着正社员的外衣，实则还是派遣工。很多留学生甚至是本地人都曾掉进过这个坑。现在东京大概有1/4的劳动者并非与实际劳动的公司签订劳动合同。作为外国人在日本生活，如果是为了一时的高收入而选择做派遣工作，那么无可厚非。但是如果是为了长期定居，可能长远来看，派遣工作形式会严重阻碍职业发展和人生规划。当然，如果跟故事开头一样，除了这个工作没得选，那么就只能自己好好权衡了，我也没有办法给意见。都看到这儿了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、热推还有硬币啊！我们下期再见。